中国金融系统炸锅了。中国的信用卡市场迎来了末日审判，逾期半年未偿总额飙升至1239亿，同比增长 26.32%， 银行纷纷鼓折价甩卖不良资产，甚至低至 0.5 折。这还不算完，2年时间，全国信用卡数量直接蒸发8000万张，银行卡中心裁员关门，年轻人还不上债，老百姓饭碗不保，中国经济这艘大船怕是要彻底翻了。先来看一组让人心惊肉跳的数据。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2024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，截至2024年末，全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高达1239.64亿元，同比增长 26.32%， 占信用卡应偿余额的 1.43%。这数字听着可能还不够震撼。那咱们再细看2024年第一季度，这项数据首次突破1000亿大关，此后每个季度都在狂飙，年底直接创下历史新高。相比2023年末的979亿，一年时间愣是多了260亿，增幅超过1/4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等于每个中国人都多背了近100块钱的债。更恐怖的是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根据银灯中心的数据，2024年全年，银行转让的个人不良贷款总规模高达1583.5亿元，同比增长 64%。其中，信用卡坏账占比过半，光是第4季度，信用卡透支成交额就达到106.3亿元。这说明什么？银行已经撑不住了，只能拼命甩包袱，把这些烫手山芋打包贱卖。说到甩卖，那场面真是惨不忍睹。2025年初，春节刚过，交通银行、民生银行、华夏银行、平安银行等一众大行就迫不及待地开启了清仓大甩卖。根据银灯中心的不完全统计，仅截至3月6日，就有8家银行挂出了20多个信用卡不良资产包，总本息规模高达273亿元。其中，交通银行一次性甩出5期债权，总额68.24亿元；民生银行和浦发银行也不甘示弱，分别挂出66.7亿和66.2亿的坏账包。这些数字加起来，简直就是一座债务火山。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甩卖的价格。民生银行一个2.36亿的资产包，起拍价居然只有1890万，折合 0.8 折。平安银行更狠， 2.04亿的坏账，起拍价仅1325万，直接 0.65 折开卖。这折扣低得离谱，堪称骨折中的骨折。有业内人士爆料，有些资产包甚至低至 0.5 折成交，银行宁可血本无归，也要赶紧脱手。为什么这么急？因为这些坏账里很多都是逾期1年半甚至2年的陈年老账，催收成本高得吓人，司法追债又慢如蜗牛，银行只能割肉止损。再看具体数据，交通银行第一期不良资产包里，户均本金 1.4 万元，涉及持卡人学历高中以上占比 84.7%， 平均年龄40岁。按理说，这群人应该是优质客户，可即便如此，他们还是还不下钱。这说明什么？不是持卡人不靠谱，是整个经济环境都烂透了。如果说坏账激增只是伤口，那信用卡数量的暴跌就是致命一击。央行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末，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存量仅剩 7.27 亿张，同比下降 5.14%， 比2023年末少了4000万张。而如果拉长时间线看，从2022年第4季度的高点算起，2年内足足减少了8000万张，降幅高达 10%。这可是近5年来的最低谷，连2019年的疫情冲击都没这么惨。发卡量为什么会崩得这么狠？一方面，银行自己主动缩水。2022年以来，超40家银行开始清理睡眠卡，
交通银行、邮储银行直接销户，农业银行限制功能，生怕这些僵尸卡再拖后腿。另一方面，老百姓也扛不住了，经济下行，失业潮来袭，消费者捂紧钱包，连刷卡消费的胆子都没了。央行数据显示，2024年银行卡卡均消费金额同比下降 2.88%， 不少人主动注销多余信用卡，只求少背点债。广发银行的例子最扎心。2024年末，它的信用卡客户数停在 1.18 亿，和2023年持平，增长势头彻底熄火。曾经的零售之王建设银行也好不到哪去，个人信用卡贷款不良率从2023年末的 1.66% 升至2024年6月的 1.86%。更别提股份制银行了，渤海银行的个贷不良率高达 3.3%， 半年飙升 1.05个百分点，简直是坏账界的冠军。信用卡崩盘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的全线失守。金融分析师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消费贷款还房贷的群体失业后直接逾期，连信用卡都保不住。这话可不是危言耸听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4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一度突破 5.5%， 实际数字可能更高。而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报告显示，信用卡业务直接带动就业超200万人，包括银行卡中心员工、催收人员、物流支持等。如果按照坏账激增 30% 的幅度保守估计，至少60万人的饭碗会受到冲击。更惨的是，银行自己也在瘦身求生。2024年以来，华夏银行、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关闭信用卡分中心，裁员潮悄然蔓延。某国有大行内部人士透露，信用卡部门裁员比例高达 20%， 不少员工从金饭碗直接跌到铁饭碗都端不稳。而那些靠刷卡手续费和利息吃饭的银行，业绩也是一落千丈。民生银行2024年半年报显示，其零售业务收入同比下滑 15%， 信用卡业务几乎成了拖油瓶。面对这场危机，银行也不是没想过自救。有人喊着深耕存量客户业务转型，可这招管用吗？答案是纯属痴人说梦。信用卡盈利模式单一，靠刷卡手续费和利息吃饭，可如今消费萎缩，手续费收入断崖式下跌，利息收入呢？逾期率飙升，想收都收不回来。更别提产品创新了，银行忙着缩减信用卡权益，哪有心思搞什么多样化服务？看看那些被砍掉的积分兑换、免息期优惠，老百姓只会骂得更凶。还有银行学着国际化，想靠海外市场翻身。可笑的是，根据中国银联的数据，2024年跨境支付交易额同比下降 8%， 海外刷卡量更是萎缩 12%。国内市场都保不住，还指望国外救命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这场金融风暴里，最惨的还是普通人。信用卡逾期不仅让银行头疼，更把无数家庭推向深渊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，2024年全国失信被执行人新增300万人，其中超一半与信用卡债务有关。这些人一旦上了黑名单，别说买房买车，连高铁都坐不了，消费意愿还能剩多少？答案是几乎为零。金融专家警告，年轻人还不上债，消费崩塌，内需再被拖垮，中国经济只会恶性循环。这话绝非夸张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为 2.1%， 创下20年新低。年轻人不敢花钱，中年人忙着还债，老年人压根没钱，这经济还怎么撑得下去？再摆几组数据，让你彻底看清这场灾难的规模。坏账规模：2024年个人不良贷款转让总规模 1583.5 亿元，同比增 64%， 其中信用卡坏账占 60% 以上。
逾期激增，2024年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总额1239.64亿元，半年新增186.35亿元，增幅19%。发卡暴跌，2022至2024两年间，信用卡减少8000万张，存量跌至7.27亿张。银行折扣不良资产包平均成交折扣率跌至0.65折，部分低至0.5折。就业危机，信用卡产业链就业超200万，30%岗位岌岌可危，60万人恐失业。这场信用卡危机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中国经济的千疮百孔。银行甩卖坏账，老百姓背债度日，失业潮席卷而来，消费市场一片死寂。曾经靠发卡狂欢堆起来的繁荣假象，如今成了压垮金融系统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中共商务部还在喊高质量发展，可这口号听着怎么那么讽刺？国际市场关门，国内需求崩塌，中国经济这艘破船还能飘多久？说到底，这场危机不是一天酿成的。疫情后激进发卡的后遗症，经济下行的连环打击，监管漏洞的长期失守，桩桩件件都成了催命符。现在银行想转型，老百姓想还债，可惜都晚了。这场金融寒冬才刚拉开序幕，接下来又有多少人要被冻死在这片废墟上呢？